钢铁侠想必大家都看过，是不是？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智能的那个贾维斯啊，就是那个 AI 人工智能，是吧？它里面的这个东西，那放到现在能不能实现呢？答案是肯定是可以实现的啊。为什么说它必然实现呢？带大家玩一个 AI 就知道了，就是用 AI 来控制你的电脑，你感觉现在能不能实现？答案是已经实现了啊！不信你去看一下 GitHub 上面有很多这样的开源项目了。因为各种大厂都在内卷啊，他们越是内卷，这个 AI 就发展的越厉害啊！别说用 AI 去控制你的电脑了，用 AI 来控制你的手机都是可以的。比如说之前出的那个什么叫豆包手机，是不是？那个玩意就是全 AI 的。废话不多说，今天呢就带大家玩一下用 AI 来控制你的电脑，看一看钢铁侠里面的那个人工智能是不是幻想啊？到底能不能实现？开始之前呢，首先你的电脑得有一个 Python 环境啊。至于你的电脑有没有安装 Python 呢？你可以通过命令行来测试一下。你直接打开你的 CMD 啊，然后你就输入 python， 然后就回车看一下有没有这个东西输出。它输出了，那就代表你已经有 Python 环境了，那就没问题了。然后呢，我们去下载这个图灵 X CUA 啊，这个东西呢，它是默认是苹果系统的，所以我们这里要切换一下分支。如果说你是苹果系统，你就直接下载这个就可以了。因为我现在是 Windows 嘛，所以说我们要在这个左上角这里要切换一下分支啊，切换到这个 Windows 啊，点一下它，这样呢我们就来到了 Windows 项目，点一下这个 Code 这里啊，这里呢有很多下载方式啊，我这里就用在线下载啊 ，download 的这个 ZIP 啊，你把这个项目给它下载下来，下载下来之后呢，我们就正常的嘛，就解压嘛，把它解压出来啊，解压出来我们点进去啊。然后呢，我们回到我们的文章，然后就是解压之后嘛，要执行这个安装命令啊，安装一下依赖啊，复制一下这个命令，然后在这里打开这个命令行啊，输入 cmd 回车，然后把这个命令粘贴上去，再回车，等这个依赖下载好啊，下载完成之后呢，就应该没问题了。如果说报错的话，你可以问一下 AI 为什么报错啊，这里我就没报错啊。然后就是修改我们的这个配置文件了啊。然后复制一下这个配置文件啊，这里有个我写好的一个示例啊，复制一下它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打开这个文件夹，点开它，这里有一个 config 啊，点开它。然后呢，我们把这里面的内容删掉啊，再粘贴我们刚刚复制的那个配置内容啊，给它粘贴进来啊。粘贴进来之后呢，是长这个样子的。这里有个密钥。那这个 API 密钥怎么获取呢？其实它有很多种方法都可以获取啊。比如说你本地部署有 AI 了是吧？你也可以用你本地的啊。如果说你买有那些什么 ChatGPT 啊，或者说是那个马斯克的 AI 啊那种啊，都是可以的啊。只要它支持申请 API 密钥，你只要把它申请下来就可以了。然后这里呢，我就用它官方提供的啊，因为这个图灵官方它是提供有这个 API 密钥申请的，而且呢它是免费的。我们点开这个链接。点开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获取密钥啊，我们点一下获取密钥。这里要登录一下，就正常的一个登录注册流程。我们先给它登录进去。登录进来之后呢，是长这个样子的啊。这里有一个添加令牌啊，点一下添加令牌，名称可以随便写啊，随便写。然后下面这些东西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需求来选啊，你就按照你的需求来选就行了，然后直接提交就可以了。提交了之后呢，这里有一个复制按钮啊，我们复制一下这个密钥啊，复制一下，然后就把它粘贴到这里来啊。下面也是一样的，给它粘贴上去啊。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密钥的额度是多少啊。我们点回到这里啊，点到个人设置啊，看这里有一个余额啊，但默认注册的话是送$10的，我这里已经用了一点啊。$10的话已经够我们玩了，如果说不够的话再注册就是了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里的配置啊，这里呢就是我们要写的提示词了啊，意思就是你想让这个 AI 怎么操控你的电脑。比如说我让它给我的微信啊发条消息啊，帮我微信给文件传输助手吧，让它随便发一条消息得了。你这里写的越详细，它就执行的越好啊。你写的越简单，它可能就会有问题啊。我这里就写简单一点，看看会发生什么啊。接下来就可以启动它了。
往下滑，这里有一个启动命令啊，就是把这个 Python 文件给它执行一下嘛。打开这个命令行啊，就粘贴上去回车，无非就是启动一下这个脚本。你看呢，就帮我们打开了微信，它就按照我那个提示词来了，应该啊。看它会不会点进入微信？点了。我全程都是没动键盘的，也没动鼠标啊，都是它自己点的。看它会不会选中我们的这个文件传输助手啊？选中了，它会发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并没有指定它那个发送内容啊，看它会发什么。发 hello 也正常啊。如果说我们想要指定它发送内容的话，就改一下提示词啊，因为我那个提示词太简单了。现在呢，这个脚本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去上一点难度啊，给它上点强度，让它搞一些关于翻墙相关的，让它打开浏览器，然后搜索关于节点相关的吧，使用谷歌的搜索引擎，然后搜索节点吧，免费节点，并且帮我找到可以用的节点，然后下载为 txt， 然后我感觉这个提示词不行，算了，先写吧。你需要验证搜索结果，让他把那个有效的帮我提取出来，提取 txt， 就这样吧。我感觉这个提示词有点 low 啊，我们启动一下看一下会发生什么。虽然说这个提示词傻傻的，估计这个 AI 应该能看得懂啊。它确实打开了一个谷歌啊，我们看一下呢会发生什么。我这里开了翻墙，开了啊，它又重新打开了一遍，因为我刚刚点了，它可能是失去了那个焦点，它又帮我们重新执行了。看它会搜什么？打上去了，免费节点，搜索。看它会怎么点呢？啥？我感觉它应该不行了，因为它到这里我就看到它不动了，因为那个提示词写的不行，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改一下提示词啊。你看它这里弹广告的话它就废了，如果说我们要应对广告的话，肯定要在那个提示词里面下点功夫啊。这里呢我给大家准备了一份提示词啊，这个提示词呢就是用来帮我们搜索节点，然后呢帮我们导入到那个翻墙软件的啊。我们直接复制一下这个提示词，然后粘贴到这里啊。我们需要把它删一下，给它删上去啊，删除，这样呢就可以了。把它写成一行啊。这个提示词你也可以改一下，因为我写的感觉不是很好。我保存，给它启动一下，看它会不会帮我们去找节点，并且导入到软件里面啊。我感觉这里要指定一下浏览器，你看它打开又是这个谷歌浏览器，肯定有问题的，因为我这个谷歌浏览器并没有登录有账号啊。这个 GitHub 的话它是要登录账号的，所以它就在这里抽风了，你看。所以呢我们要指定它用哪个浏览器啊，比如说我用的是这个火狐浏览器是吧，我在这里给它改为打开火狐浏览器啊，然后我们再重新启动一下。因为你的浏览器环境都没有那个账号的话，它肯定是搜不到内容的，有一些东西会被拦截的。你看它又打开了火狐浏览器啊，火狐浏览器应该就没问题了，我这里面都有环境了，包括我那些账号什么的都登录有在里面。它搜索啊，它确实是打开了这个链接，这个链接肯定是会404的，看它会不会纠正啊。我在这个提示词里面呢已经让它纠正这个错误了，包括这个翻译这个界面估计没有给它上提示词啊。它发现404的话，它是会自己重新打开的，它就会继续找到一个不是404的为止啊。看它又改为8了，上面你看还是404是吧？它肯定会改为7的，它继续往前面去找，直到找到一个有效的链接为止啊。
看它会改吗？看吧，它又改为7了。7这个肯定还是404啊，看它还会不会继续改。改了啊，改为6了。6也是404吗？应该不是了吧？还是404啊，还是不存在啊？他估计还会继续改啊，直到他找到为止。改为5。他找到了，你看，他已经找到了一些节点信息啊，看他会干什么？他应该会复制啊。他找到复制按钮了吗？他应该没找到，他在找。复制按钮我好像没有写。诶，他找到了，他直接复制了，他打开了这个番茄软件。他要导入了吗？刚刚我没看到他复制啊。他点到了配置文件。他要用什么来导入呢？从剪贴板吗？应该是从剪贴板。导入失败，应该刚刚他复制失败了。他为什么复制失败呢？我感觉是那个提示词没给他写好啊，他没有找到那个复制按钮，可能还要改一改提示词啊，看他会测试吗？他这里应该还会再测试一下，他没有全选呢，他测试了，测试完毕，这就结束了吗？没了，应该结束了。提示词写的不是很好啊，还是要优化一下的。我们先给他看一下情况吧，看他是什么情况。没退出来吗？给他终止一下。我们看一下这个提示词，你看，这里打个备注吧，待优化。因为它里面的关于这个复制相关的我都没有给它写好，比如复制过程。大家也可以优化一下这个提示词啊，优化了之后呢，它就变得很流畅了啊。比如这个复制按钮是吧？我这里只是简单的描述了一下而已。这个东西智不智能完全取决于你这个提示词的描述啊。OK 了，本期教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记得点赞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。